各位，中国的有一些爱国网友啊，老是对这个国台办不满意啊，老是说你们会台会了这几十年，会出来了一个台独之岛，对吧？啊，你们天天这个改成贵台办算了啊，对吧？这个对国台办呢这种评论的方式温吞吞的，也感觉到不满，说你们说个话也不敢对台独说个重话嘛。我看最近这个国台办好像是听进了中国网友的批评了啊，国台办罕见的嘲讽了台湾的绿营的这些台独们，挺解气的啊。为什么呢？郑丽文主席呢去大陆访问，带回来了10项会台措施，是吧？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帮人呢，就是对着郑丽文是一顿乱咬啊，而且呢，明确的说，我们一项也不接受，你们是个在野党啊，是吧？对台湾人民好也不接受。这个郑丽文呢，是遭受到了很多绿营的无脑的这种攻击。郑丽文这次呢，这个是在大陆，据说在大陆定做了一身中山装式的服装，也被绿营人士嘲弄，说你这个做个衣服都在大陆做，你看啊，中山装本来是国民党的传统的服装，是吧？在大陆啊，这个还有人做，在台湾竟然这个没有人做了。不过郑丽文穿上这一身啊，确实是显得是英姿飒爽，是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两岸可以1+1大于2，强强联手。台湾青年的创意能力在大陆所提供的舞台上面发光发热，所以这一代的我们更应该让下一代两岸的年轻人可以勇敢逐梦，可能对人类所做的贡献会远远超乎我们这一代人所有的想象。这两天呢，这些绿营的台独们呢，都在嘲笑郑丽文，说人家郑丽文去人民大会堂这个见习近平的时候，给他做的是中巴啊，说他是巴士小妹，搞不清那个丰田考斯特是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座车，包括现在改成了宇通客车，是吧？那里边有什么办公设施啊，什么就国家主席、副主席都做这个，那是给郑丽文极高的礼遇啊！这帮台湾的这帮那个没有见识的台独的绿蛙们，还拿这个来嘲笑，是吧？说什么黑头，什么叫黑头啊？那几十年前的大老奔啊，奔驰那玩意儿叫黑头啊！现在谁还做那个呀？所以这帮人，尤其是就是说前2天的时候呢，是解放军宣布在黄海举行实弹射击演习，而台湾的这些绿营的媒体们呢，也拿这事儿这个攻击郑丽文，说你看郑丽文，你刚习政会回来，人家大陆就开始军演了，炮弹都打到你脸上了，你郑丽文去了，你获得了什么呀？所以这事儿这个台湾的有些有识之士连这个中国网友都看不下去了，说这帮绿营的人全都脑残吗？黄海在哪儿了？哪儿就怼你脸上了？黄海演习的地儿离台湾1200公里，这算怼到脸上了？还是我那句话，你们深刻的体会一下，朋友们反共必脑残嘛。大连海事局近日宣布，在黄海北部部分海域实弹射击。哎呀，这些民进党的政客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也都算受过高等教育如果不算不学无术，那就是心术不正。他们这些荒谬的言论
我想不只是他们的地理老师会哭，他们的历史、语文、思想品德的老师会哭死在厕所里。国台办罕见的嘲讽，获得了中国大陆网友的一片称赞声，说对这帮这个台独的弱智的这帮绿蛙们，你就不能客气，他们听不懂人话。说兄弟，这是你就任发言人以来最有水平的一次发言了，哈哈哈。说这个发言人幽默有效，震慑无视，把该表达出来的情绪表达完了，给你点赞，是吧？说这个国民党现在内斗不断呐，什么江启臣又杠上萧旭岑，不能对美国人不礼貌，都说国民党亲美，这话一点不假呀，是吧？这江启臣这个直接就插去跪舔了是吧？萧旭岑说古立言在美国是个科长，江启臣却说是对方代表美国是吧？你看国民党没救了那意思吧？台湾的名嘴说，如果大陆真的想惠台，就给每个台湾人发10万元。我们小区里7、8岁的孩子玩的都是这样的游戏台湾政坛都是这样智力的人，也就放心了。那有人说10万不够，最起码一个人发这个1000亿冥币是吧？好吧这个对待台独分子赖清德之流，你说已经不管用了，必须用实际行动才是硬道理说台独分子现在在华人圈里边也是臭名昭著，说台独分子在马来西亚遭到华人华侨的责骂台独分子们无言以对，灰溜溜的样子。更多的华人华侨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点赞那些在台湾的台独分子在大中华圈里就是一小撮对吧？这个有人说学美国的海上封锁，你看这帮台独会怎么样这次发言我打满分，就要这么怼发言人的这个点评就是要这样接地气。还有的网友说让这帮井底的绿蛙们哭死在厕所里算了骂人不带脏字的，说这个发言人这次回答的高。还有人说关键问题就是台湾没有思想品德课，所以教出来一堆的台独分子，别说他们的老师了，就是他们的爹妈也得哭晕到厕所里边。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